朋友们，欢迎回来！最近又是 AI 领域的超级大爆炸，这几家科技公司真是拼了，发布了一个又一个劲爆工具，感觉每一个都能让人惊掉下巴。先给我点点订阅，马上带你上车。最近大家讨论最火的事情就是 Google 的 Veo 2。首先要说，这个新发布的 AI 影片工具简直太牛了，我敢说它是我见过同类工具中最强的。有些人会认为官方宣传片里面的例子都是精挑细选，不能完全代表它的实力。那我直接分享一段真实用户的生成效果。他是 Everart AI 的创办人，算是同行对手了。他只用 Google Veo 2生成了电影预告片。题材取自电影 Arrival， 很有深度的一部电影，讲的是当外星人降临时，人类会怎么样。它每个场景都是用文字转影片生成的，我翻译了一下，一起来看看效果。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人类的自然动作。If you could see your whole life from start to finish, would you change things? Maybe I'd say what I feel more often. I don't know. You know, I've had my head tilted up to the stars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You know what surprised me the most? It wasn't meeting them. It was meeting you. Memory is a strange thing. It doesn't work like I thought it did. We are so bound by time, by its order. I used to think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your story. But now I'm not so sure I believe in beginnings and endings. There are days that define your story beyond your life, like the day they arrived. Veo 2模型出来的结果，画面太真实了，简直就像你在看一部电影。不光是画质超级逼真，连人物的动作也有了超高的物理感和自然的流畅度。别的 AI 影片工具呢，反正一提到人类动作，要么僵硬，要么奇怪。但这个 Veo 2模型真的能看得出来，它更懂得人类的运动，动作流畅的让你差点以为眼前是个真人在动。在这个方面，它确实已经超越了对手。这是 Veo 2可伶和 Sora 的生成结果对比，相同的提示词，一双手熟练的在木菜板上切成熟的西红柿，可伶它一刀切下去崩出了2片，明显不符合现实。Sora 就更惨了，刀都切到手指上去了，切着切着叶子莫名其妙就长出来了。Veo 2的结果呢却很完美，没有明显的瑕疵，完全的符合了现实逻辑。这次它还带来了一个新的功能，文字转图片转影片。简单来说，这个模型可以通过文字先生成图片，然后再把这张图片转成影片。不过目前还不能上传自己的图片来直接转成影片。Veo 2目前还在内测的阶段，并不是所有地区的用户都可以试用。在开放的地区也是需要申请加入 Google 实验室的等候名单，不过它很快就要正式面向公众发布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 Veo 2模型的出现绝对是 AI 影片领域的一次大突破。另外 ，Google 的 Imagen 3模型这次在图像生成方面又升级了一波，效果很赞。这些新图像呢更亮、更清晰，构图更好，简直就是图像生成进化史中的一大步。就从我看到的效果来说，这些生成的图像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是 AI 做的，真的是越来越真实了。连接我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有兴趣的自己去体验一下。在这里我就不重点讲了，因为后面还有太多牛叉的工具要介绍。Google 最近还推出了一个叫 Whisk 的新工具，说实话，这个东西一出来我就被它震惊了。先来看看这段官方放出来的影片，音乐还挺洗脑的，我都忍不住连续听了几遍。而且你在 Google 官方频道里面呢是看不到的，因为它设置为不公开。Here we go. I'm a superstar, no matter where I go, that's where they are. Reaching for the stars, and I won't stop till I get that far. Hey, hey, I thought I told you, told you. I make it pop, I never stop. Ain't got no shame, I'm showing everything.
简单来理解，这个工具可以把多个图像混合起来，创作出一个完全不一样、超级酷的新图像。样式目前有3种可以选择，这个是毛绒玩具，这个是搪瓷别针，这个是贴纸。我想选毛绒玩具，周围的图片可以直接拖放到主题框里面，这里可以添加你自己的图片。比如我上传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把它拖放到主题框里面 ，AI 会对照片进行分析，10秒不到吧，就可以把自己的照片搞成毛绒玩具风格。我们点开看一下。好可爱，它把我的领夹麦克风变成了耳麦，而且身上穿着跟我同款的睡衣。是时候给大家展示真正的技术了。这里中间可以输入场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输入提示词文字来描述场景，也可以直接上传图片。比如我随便上传一张吧。这是我刚才用 Images 生成的图片，一只玩具白熊趴在床上的场景，而且这里还可以输入你的提示词，比如我输入中文，角色正在吃冰淇淋，点击生成按钮，用了10几秒就 OK 了。看就问你牛逼不牛逼？我和玩具白熊一起坐在了床上，我还在吃冰淇淋呢。玩法有很多，甚至让自己的宠物变身为卡通形象等等。这个 Whisk 工具操作超级简单，背景、风格、人物统统都变得有趣又有个性，真的是个不错的尝试。我估计未来会有更多更新和更强大的功能，而且 Whisk 现在是完全免费的，谁不喜欢白嫖呢？想玩的要抓紧时间了。再来看看 Pika 的 2.0 模型，最近刚发布的，这次是一个大的更新，它新增了一个超级酷的功能 Theme Ingredients， 翻译过来叫场景原料。这功能有多神奇呢？先来看看这段展示影片。如果你登录到 Pika 的账户呢，就会看到一个高亮的新按钮，叫 Ingredients 原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一看就懂。它让你可以上传多个场景原料，包括角色、物体和位置等等。基本上就是让你在做 AI 影片的时候，能够更自由的组合和调整各种元素。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你脑袋里的场景生成出来，超强的创作自由度了。这个功能基本上就像刚才从 Google 那边看到的 Whisk 那种技术，但它针对的是影片。其实我之前也出过一期教学，是关于做一只角色、一只物体的 AI 影片，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国外一些网友就玩得很溜了，比如技术大神发了推文，分享他成功用 Pika 2.0 做了一部产品的宣传片，是一个虚构的功能饮料品牌，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操作很简单。他上传了产品的图片和名人图片，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示词，比如 Taylor Swift 在纽约展示了一款功能饮料罐，就完成了。AI 影片已经很好的实现了产品一致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宣传片的效果。
用名人的脸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有一说一，我用自己的脸来测试的时候就没那么像了，而且缺乏了那种真实的动态感，在场景和人物的融合上，有时候效果稍微有点生硬。不过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 nice 了，和我们理想中的效果还差一点点。但是国外网友已经玩得很乐了，看一下网友生成的作品，比如让自己跟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约会，一起看电影，或者是让自己从水中冒出来，这个让自己站在冰天雪地里，头发在风中凌乱，还有直接让自己飞起来的。说真的，这个功能的潜力非常大，它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玩一下。最近我还发现了一个很屌的研究项目，简直能让你眼睛一亮。这个项目叫做 Genesis Project 创世计划，它其实是一个生成物理引擎，能够打造出一个4D 的动态世界，由真实物理提供支援。它的展示影片已经在网络上疯传了，比较长，我帮大家节选了部分重点的内容，翻译了一下。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 a build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水滴从啤酒瓶上滴下，沿着瓶子慢慢滑下去，就是这么简单的提示词。不过结果比我想象的要震撼得多。你能看到水滴怎么顺着瓶子的表面滑行，镜头还会从多个角度跟踪它，仿佛你自己呢也变成了那个在场景中的旁观者，好像每一个视角呢都在给你全方位的呈现水滴滑落的全过程。但这还不是最牛的，它甚至能展示水滴在瓶子表面运动的时候受到的所有力的可视化效果。你没听错，重力、摩擦力、支持力、速度等等，这些力都用箭头和线条展示得清清楚楚，真的是把物理模拟做到了极致。更离谱的是，它还放大到了微观模式，展现水滴细微的动态变化。可以去它的官网看看，比如它能模拟角色的运动，甚至能做到这么细致。一个拿着棍子的微型黑悟空在桌面上冲刺3秒钟，然后跃起空中，摆动右臂的金箍棒，最后稳稳的着陆。而这一切镜头不仅仅是简单的跟着，摄像机会从悟空的脸部特写开始，然后稳稳的跟随他慢慢变焦，直到他跳到空中的那一刻。镜头还会围绕着它旋转360度，然后慢慢上升，最后恢复动作。这是他们给出的提示词。动作的细节简直令人吃惊，比如日本武士表演拳击，中国士兵表演江南 style 舞蹈，甚至有罗马士兵像丧尸一样的步伐向前走。而且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这些动态的场景生成并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背后有一个宏大的目标，用这些模型来帮助训练机器人，机器人以后能够学习这些动作。
当然还有很多场景，比如里面有一段描述是巧克力放在面包上，或者海绵被扭曲后断掉，巧克力兔子融化了，月球上空漂浮的太空站，一条果冻青龙被飞刀砍断了，一颗子弹打爆空中悬浮的水球，迅速下落的字母掉到了玻璃壶里等等。它还可以进行语音音讯、脸部动画和情感生成，各种情绪过渡，包括不同的脸部特征和情绪。这个项目的背后是有很多顶级的机构和公司团队参与，不过它会作为开源的项目发布，这可是给开发者和技术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超强的 AI 工具了。真心觉得这是一个很强大的黑科技项目，我肯定会继续关注，期待它后面有更多的发展。最近我还发现了一家名字叫做 Odyssey 奥德赛的公司，他们展示了一个超级酷的生成世界模型。关于生成世界模型，可能有些观众不是很清楚，我之前这个影片有详细介绍 Google Genie 2和 Word Labs 模型，看完的话你会有更加全面的理解，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Odyssey 这家公司可不简单，居然还迎来了迪士尼动画工作室总裁、皮克斯的联合创始人埃德温·卡特姆加入了董事会，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惊讶？越来越多来自影视娱乐圈的大佬开始进军 AI 领域，像之前《阿凡达》的传奇导演也加入了 Stability AI。看来影视和 AI 科技真的是要深度融合了。先不说影视娱乐圈这些大佬们的华丽转身，我们来看一看 Odyssey 展现的这个生成世界模型，留意它的细节，模型生成的场景始终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提示词生成各种场景，比如20世纪70年代被雪毁坏的内部，2000年的办公室内部，地下车间，一辆汽车被白布覆盖，自然形成的红色岩石垂直洞穴入口，确实有点意思啊。街角一座经典的美国住宅，广角镜头，伦敦的一条街道旁的砖墙，太逼真了。还有这个。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屋被灯照亮，真的很有鬼屋惊悚的氛围。这些场景不仅仅是静态的 3D 画面，还是可以动态的，像这个房子里面着火了，被毁了，水涌入了客厅等等。而且 Odyssey 生成的场景可以进行手动的编辑，意思就是你可以将它加载到一些特效编辑工具里面，编辑你所生成的世界，优化实现你的预期效果。这就非常适用于影视、动画、游戏等等领域了。当然，目前它有一些场景中生成的人物还是有点问题的，比如这个在厨房的女人就怪怪的，她是幽魂吗？给人一种没有完全融入到场景里面的感觉，不过也不妨碍它是我目前见过最逼真的生成世界模型了。现在要试用这个模型的话，需要在官网申请抢先体验。在影片的结尾，我分享一段由导演 Jensen Zada 发布的抢劫电影短片，每一个镜头都是通过 Google View 2文字转影片完成的，人类要完蛋了。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记得点赞、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我们很快再见，拜拜。
Well, looks like we got a new king of video.